我是二婚，带着女儿好不容易找到现在的丈夫，我妈却逼着我找婆家要78.6万的彩礼。她说二婚比头婚还要隆重，彩礼也必须是头婚的双倍。我没有听她的，只要了3.8万。婚礼当天，她威胁我：“你不给78.6万，我就当着所有宾客的面说你头婚打公婆，给老公戴绿帽。我看你还怎么嫁人！”我疯了，一杯茶水直接泼她脸上。头婚就因为她收了我全部彩礼，不给1分嫁妆。我在婆家一直抬不起头才离的婚，现在她还要威胁我。我今天不但1分钱不会给她，甚至我要让她最爱的儿子永远娶不到老婆。大年初六是我和老公走进婚姻殿堂的日子，可婚礼当天，我的娘家人不但没有祝福我，反而威胁我。我妈扯着我的头发，恶狠狠地说：“找你婆婆要78.6万的彩礼，不然你别想再结这个婚。”对，她说我在结婚，我是二婚。头婚时，我妈就要了婆家38.8万的彩礼。当时她骗我说钱给她保管，只要我需要，她随时会给我。可是转头她就把我的钱给弟弟买了房子。等我知道之后，什么都来不及了。婆家人天天拿这个说事儿，每次一吵架就说我是他们家花38.8万买来的人。结婚几年，我始终抬不起头，尤其是生了孩子后不能上班，弟弟还隔三差五找我借钱，我又没工资，只能伸手找老公。终于在弟弟第15次借钱的时候，老公忍无可忍，提出了离婚。我妈知道后，到婆家大吵大闹，说离婚可以，但是得赔我500万的青春损失费。我简直无地自容，带着女儿净身出户。我妈打我骂我说我是窝囊废，还带了个拖油瓶回家。她不让我住在娘家，说我给她丢人。可是明明他们买房子的钱有1半都是我的彩礼，她依然不让我住。我一个人带着3岁的女儿住在出租屋，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孩子，不知道吃了多少苦。终于现在孩子小学了，我也认识了现在的老公，他不嫌弃我二婚，对女儿也很好。我以为我终于找到了幸福，马上告诉妈妈，我准备在正月初6结婚。可是我妈开口第一件事就是她给你多少彩礼？我懵了，我根本没有想过要彩礼，因为我知道我妈不可能给1分嫁妆，头婚38.8万都没有1分，二婚她更加不可能给我。于是我老实说不要彩礼，也不要嫁妆。她立马变了脸色，一个巴掌给我扇来：“你疯了！哪有好女孩结婚不要彩礼的？你不是自己轻贱自己，必须，而且要78.6万，1分都不能少。”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，他们也是普通家庭，怎么能拿得出来这么多钱？妈，不要这么狮子大开口好不好？见我反驳，他更加生气了。贱东西，他连你一个二婚带拖油瓶的女人都要。你想想，他是不是真的急得娶不到老婆了？不然这么饥不择食。所以你要，大胆的要，他不给就让他继续当光棍。我气疯了，他居然是我妈，婆家都没有瞧不起我离婚带孩子，他反而这么说我，我就不要。他越这么说，我越不会要。我心里清清楚楚，这钱不是给我要的，是给弟弟孟子航要的。我没想到我不开口，他居然直接找到了我婆婆。幸好我及时发现，在门口堵住了他，他没机会见到我婆婆。但是他又找到了我老公，老公解释：“阿姨，我们要买房装修，还要办婚礼，78.6万，我们真的拿不出来。”我妈不听，我女儿头婚的时候，人家都给了38.8万，人家给得起，你给不起，没钱就别想娶老婆。我推她走，妈，我都二婚了，你不要再来搅和了行不行？她口水直接喷到我脸上。二婚怎么了？你不要自己看不起自己。
二婚比头婚还要隆重，所以彩礼必须得双倍。疯子，我让老公不要理他，我们自己紧锣密鼓地筹备婚礼。我甚至打算，我妈要是不高兴，婚礼都不用她出席。婆婆觉得一点彩礼不给也不太好，最后我要了她3万8。直到今天正月初6，我的婚礼正式开始。年前我就通知了我妈和孟子航，他们没说来，也没说不来，只说知道了。我也没指望他们一定来，甚至老公接亲都是从我出租房接的。宾客们来的差不多时，我才看到了我妈跟孟子航两人故意穿着一身黑衣，黑着脸直接走到我身边。我妈扯着我的胳膊：“彩礼是不是一会儿举行仪式的时候给？”我如实回答：“已经给过了。”她眼睛亮了起来：“要了多少？赶紧转给我，帮你存起来。”3万8。她声音高了8度：“多少？”3万8。我点头：“对，就是这么多，在我这里。”她疯了，举起手就想打我，老公及时拦住了她：“妈，您去下面坐吧，给您准备了主位。”她没打到我，反手一巴掌打到老公的脸上：“做个屁呀做！3万8就想娶走我女儿，你在做什么春秋大梦？我早就说过，没有78.6万，你们别想结婚。”我要气死了，无比心疼老公，他这巴掌是为我挨的。想到这里，我拉起我妈的手，就把她往外推：“走，你们都走，这里不欢迎你们。”他死都不走。孟子航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，他换了脸孔，靠近我耳边低声说：“孟子娇，别想你的婚礼顺利进行下去。”婆婆牵着女儿的手过来，女儿乖巧地喊了一声外婆。我妈嫌弃地瞪她一眼：“拖油瓶，滚！要不是你，你妈肯定还能找个有钱人，都是你拖累的。”女儿上小学了，她什么都听得懂，她心里不知道多难过。我死死盯着我妈的眼睛：“你要么滚，要么闭嘴。”她这才不情不愿地带着孟子航坐到了座位上，但是眼神一直瞪着我。我知道他没拿到钱，他不服气，但是我不管他了。我头婚听他的，结果满盘皆输。这一次，我什么都不会听他的，我要自己做主，把握自己的人生。婚礼正式开始，一切流程都很顺利，直到我给公公婆婆敬茶后，我妈突然跳上了台，她一把抢走司仪的话筒。公公婆婆都敬茶了，那我这个丈母娘是不是也要敬茶？我知道她想作妖，婆婆却笑着说：“应该的，应该的，亲家你坐下。”我妈像一只刚下蛋的母鸡，骄傲地坐在凳子上等着我去敬茶。等我跪下递茶时，她却在我耳边小声说：“赶紧给我78.6万，不然我马上告诉南方所有的亲戚朋友，说你二婚还带个拖油瓶。”我无动于衷，她想说就由她说，我本来就是二婚，我也没有隐瞒过谁，所有人都知道。我不怕她说，她看我毫无反应，眼神凶狠起来。我还告诉他们，你殴打前公婆，给前夫戴绿帽。握着茶杯的手紧紧发抖。我死死瞪着她：“妈，我是你女儿，你为什么就见不得我好？为什么？”她呵呵笑了2声，看着老公：“现在立刻马上把78.6万打给我，不然这杯茶我是永远不会喝的。你们就永远跪着别起来。”宾客们开始窃窃私语：“这丈母娘怎么回事啊？人孩子都跪半天了，手都举酸了，她怎么就是不接？”是啊，我看是对新郎不满意吧？他还能有什么不满意？新娘二婚还带着女儿，新郎人可还是头婚啊！对，这新娘赚大发了，人婆婆都笑呵呵的，丈母娘在这里发什么神经？司仪也觉得不对劲了，笑着劝我妈：“阿姨，这大喜的日子，咱有什么事回去再说行不行？先把婚礼顺利举行了好吧？你就接了这杯茶吧。”我妈瞪了她一眼：“
没你的事儿，滚开！婆婆也来劝了。是啊，亲家，先让婚礼进行下去，大家都看着呢。我妈依然没接我和老公的茬，反而换个姿势敲了个二郎腿。呵呵，老婆子，你说的倒是轻松。我就问你，想娶我女儿当儿媳妇，你问过我吗？你经过我同意了吗？你给彩礼了吗？婆婆马上解释，彩礼我给子交了。我妈一口打断了她。呸！你要脸不要？3万8的彩礼，你好意思说出口？买只鸡都不止这点钱吧？婆婆脸色也难看了，老公牙齿咬得咯咯响。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娇娇？她是你的女儿，虽然她是二婚，但我爱她，我也很尊重她。我买的新房都写的她的名字，你不可以这么侮辱她。我妈冷笑一声：谁是你妈？我答应把她嫁给你了吗？还是那句话，78.6万的彩礼一分不少给我，我就同意你们结婚。她疯了。我直勾勾地盯着她的眼睛。没钱，一分都没有。呵呵，没钱那就把房子过户给子航。马上去。我放下了举茶的手，我也拿下了老公的茶杯。不跪了，起来了。婆婆还想打圆场。亲家呀，别为难孩子，让人看笑话。我妈油盐不进，她的眼里只有钱，钱，钱，还是钱。有宾客起哄了，还吃不吃席的呀？不吃我们可走了。对呀，老太太，你磨磨蹭蹭干什么？接杯茶而已，一直为难人做什么？我妈看了看台下的人，开始威胁我：再给你1分钟考虑，给钱还是给房子？我懒得听她说完，反正不会有什么好话。我一把举起茶杯，对着她的脸就全部泼了上去。反正她今天肯定不会让我好过，那我何必再继续忍着她？我何必再忍气吞声，任由她拿捏？她疯了，一边抹脸一边尖叫：啊，孟子娇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为什么泼我？为什么？她还问为什么。我第2杯茶又泼到了她脸上，毫不留情。她手忙脚乱，拼命抹脸，张牙舞爪，想打死我。可是她眼睛都睁不开，跟个疯子没有差别。这下客人们更加热闹了。妈呀，这席吃的也太划算了吧！还能看到新娘泼自己的妈，哈哈，这妈到底做了什么呀？给新娘整这么生气。一些年长的客人们开始说我：新娘子，你这样是不对的呀！不管怎么说，她都是你妈，你怎么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泼她茶水呢？是啊，她生了你，养了你，你这么做就是不孝，不孝。我妈终于听到了她想听的这2个字，她抹干了脸，睁开了眼，马上拍着大腿开始嚎：你们都是南方的亲戚，你们是什么都不知道啊！这个贱人他做了多少不要脸的事情，我一直顾着他的面子都没有给他说出来。今天我只不过是想在婚礼上告诫他，他都2婚了，一定要老老实实过日子，不要再对不起婆家，对不起老公。他就是听不得我说这些，居然拿茶水泼我，眼泪忍不住的流。她真的是我妈吗？有哪个妈会这么对待自己的女儿？会给女儿泼这种脏水？哪个会？婆婆连忙阻止她再胡说八道下去。亲家，消消气，我先带你下去换身衣服，别着凉了。她突然拉着婆婆的手大声说：我是好心，我也是怕你们被骗了呀。你不知道这个死贱人他头婚为什么离的，我今天就告诉你，告诉你们所有人。看热闹的人又大声喊了：为什么呀？他到底做了什么？都说出来！我妈还在威胁我，给不给钱？我紧紧捏着拳头说：你说，反正我已经不是第1次丢人了，就连结婚都是第2次，我怕什么？他没想到我到现在都不妥协，他以为我还像第1次结婚时候一样任由他拿捏。他以为同样的手段可以成功来2次，他恼羞成怒了，抓着话筒就大声说：
孟子娇这个贱人头婚的时候，把她公婆打得进了医院，差点瘫痪，又给她老公戴绿帽，出轨偷人，生了个不是前夫的野种。她还老公来抢她的话筒，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诋毁自己的女儿？我妈啪的一个巴掌甩在老公脸上，没用的东西，我是在帮你，你怎么这么不知好歹？她出轨偷人，给老公戴绿帽，这些你都不怕吗？你不怕她再出轨，再给你带一个野种回来？我紧紧握着的手终于放开了，我用了最大的力气，咬着牙齿扇了她一个巴掌，这一巴掌直接把她打翻在地上，她疯了。底下看热闹的人也更加气愤了。天啦，这新娘这么能这样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自己的亲妈，太不是人了。对呀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嚣张跋扈的新娘子，怪不得二婚呢。头婚肯定也是这样，谁受得了？就是亲妈都打，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。婆婆是知道我全部事情的，结婚之前我就把以前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讲给了她听。当时我想我是二婚，老公还是头婚，我必须让婆婆知道我的全部。她只要一点不同意，我绝对不会为难他们。可是她不但没有看不起我，反而安慰我。她说不怪我，真的，一切都不怪我。那天我不知道我哭了多久，这么多年，好像从来没有人这么站在我的立场为我着想过，从来没有。现在婆婆依然站在我的这边，她大声对客人们说：“大家不要这么激动。我知道子娇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也知道她是二婚有女儿，但这不是她的错。我们家不会因为她是二婚就看轻她，绝对不会。”一个大妈拉着婆婆的手，语重心长：“你呀，就是蠢，她亲妈都来捶她了，你还不相信？真是傻的到家。你看看，她连亲妈都敢打，你说说，将来怎么会对你好？你可长点心吧。”我妈点头如捣蒜：“就是，你们都不知道她是个什么东西。我是她亲妈，我还不知道吗？她这个拖油瓶，她自己都不知道是谁的种。所以人家才跟她离婚，老公都要气疯了。”她指着我妈：“滚，听到没有？滚出我的婚礼，滚远一点！”我妈当然不会走，她如意算盘落空了。她也没像我第一次婚礼一样讹到老公的钱，她心里怎么会舒服？她怎么会甘心？她指着我看向老公：“你是傻逼吗？你一个清清白白的头婚，为什么要娶她这个二婚的？我好心提醒你，你还骂我，真 TM 不是个东西，活该你当乌龟王八蛋！”老公扯着她的手就往外推：“有你这么当妈的吗？处处诋毁自己的女儿，滚！从今以后不准出现在我们面前！”我妈跌跌撞撞就要被老公推下台时，一直在下面刷手机的孟子航跳了上来。他二话不说，一拳打在老公脸上：“放开我妈！谁让你动我妈的？妈的，一个比一个贱！他们就从来见不得我好，非要在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惹事儿。我真是恨透了他们！”看着孟子航那张嚣张的脸，我抓起一边的凳子就给他头上砸去。谁让你打我老公的？你他妈的有什么资格打我老公？鲜血从他额头滴下来，他用手一摸，然后惊恐的大叫：“妈，他打我！你快点看看，我的头都被他打破了！”我妈大惊失色的用纸巾捂着他流血的伤口：“孟子娇，你要死啊！怎么能用凳子砸他？他是你弟弟。呵呵，现在说他是我弟弟了，谁他妈想要这样的弟弟？”我死死瞪着他们两个：“从今天开始，我跟你们毫无关系，都离我远一点，不然我见谁打谁，绝不手软！”我妈疯了：“我是你妈，你还敢对我动手？为什么不能？”我甚至恨不得直接打死她。你说我殴打公婆，你说我出轨给前夫戴绿帽，你有证据吗？你张口就来！他笑了，很是嚣张。
这还要证据？我是你妈，我能不知道？难道我还能诬陷你？看热闹的大妈们附和道：“那确实是，亲妈怎么可能这么造谣？绝对是真事儿。对对对，肯定是她做的太过火了，亲妈都看不下去了。呵呵，她更加得意了，扬着一张恶毒的脸。孟子娇，这就是你忤逆我的下场，不听我话的下场。你眼里只有婆家，从来不为娘家考虑，叫你要点彩礼都不去要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呵呵，我拼命忍住眼泪，对娘家失望的眼泪。我还不为他考虑，上一段婚姻都被他们搅黄了，他们还说我不为他们考虑。妈，你没有证据，我可是有证据的。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不是你随便说几句话就可以污蔑的。我朝台下的人招了招手，他们很快走上了礼台。我妈两眼一黑，因为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我前夫和前婆婆。我妈跟疯子一样指着我前夫：“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前妻的婚礼，你来参加个什么？真是不怕丢人啊！”前夫还没说话，前婆婆先说了：“你这个老太婆太不是人了！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无耻的东西，每天就想着怎么坑自己的女儿，真是太不要脸了！”前婆婆先骂了她一顿，然后对着客人们说：“不瞒大家说，我就是子娇的前婆婆。虽然是前婆婆，但是我得说句公道话，子娇这孩子是个好孩子，根本不像他妈口中说的那样。她嫁给我儿子几年，一直孝顺我和老伴，在家里任劳任怨，从不偷懒。我妈打断了她：“呸！你把她说的那么好，那为什么还要离婚？”客人们也附和我妈：“对呀，既然这么好，那离婚做什么？就是。”前婆婆苦笑了一下，最后前夫指着孟子航的鼻子开始骂：“还不是因为这两母子，当年我们结婚的时候先给了10万彩礼，谁知道婚礼上这个老东西也跟今天一样，在台上逼我又给了28万8。他说不给就不让婚礼进行下去。当时子娇怀了孩子，我们忍了，给了他28万8。可是他转头就把钱全部给他儿子买了房子，这都算了。后来几年，他儿子隔三差五就来找我借钱，说是借，但是从来没还过。我就算跟子娇再合得来，有这两个贪婪的娘家人，我也过不下去呀。没办法，我们的婚姻纯粹被这两个东西搅黄了。今天我来这里是受子娇所托，他知道他们肯定还会来闹事，故技重施。我声明，虽然我和子娇离了婚，但是我们有女儿，我不接受有人造谣我的女儿是野种，她就是我的女儿。下面一阵哗然，天啦，真有这样的妈呀！真有见不得自己女儿好的妈妈，太不是人了！心里只有儿子没有女儿，那还生女儿做什么？吸血鬼都不过如此吧！我妈和孟子航脸上青一阵红一阵，他们怎么都不会想到我会让前夫和前婆婆来当场给我作证吧？我是没办法了，我知道他们没拿到钱，肯定不会放过我。于是我和老公商量，请了前夫和前婆婆过来，老公又要赶他们走。我妈一脚踢在丈夫的膝盖上：“滚！窝囊废！你老婆跟前夫不清不白，你还跟个没事人一样，疯了吧你？你不怕今天晚上她就滚上了前夫的床单？恶毒，太恶毒了！”我刚举起手，婆婆先一巴掌给她扇了过去：“滚！从今以后，子娇就是女儿，你他妈的别想听她叫你一声妈！”我妈不服气，转身想打回来，我怎么可能给她这个机会？抓着她的手就往外面拖，老公也扯着孟子航往外推，他们大喊大叫，不给钱休想赶我们走！哪里有嫁女儿不收彩礼的？陈俊，你这个娶不到老婆的傻逼，一个二婚女人，你还当个宝吗？告诉你，78万6，1分都不能少，
不然你们今后休想过上安生日子，依然等着离婚吧。孟子娇，我看你再离一次，还嫁不嫁得出去？对，孟子航跟着大喊：别人的姐姐给弟弟买车买房娶老婆，你是个屁的姐姐呀！要你拿点彩礼都不愿意。妈的，我真是气炸了！顺手拿起身边桌子上的啤酒瓶，一瓶子砸下去。我他妈的凭什么要给你买车买房？你是我生的吗？你是我儿子吗？告诉你，我现在不但不会给你1分钱，我还要把我之前的38万8万的钱全部要回来。孟子航，你等着，给老子等着！刚刚才止住血的伤口又破了，血流得更多了。我妈终于慌了，再也顾不上我，扶着孟子航去了医院。走之前，他还喊着要我赔钱，赔医药费。呵呵，他们的身影终于消失在门口时，我一直紧绷的身体再也撑不住了。老公稳稳接住了差点晕下去的我。一场闹剧终于结束，客人们都在同情我，也都在祝福我。司仪重新拿起了话筒，大家继续吃席。前夫看了看女儿，最后真诚祝福我。希望你能永远摆脱他们，祝你幸福。我以为闹成这样了，我妈他们不会再来找我。我以为我终于可以摆脱他们，谁知道第2天他们又出现在我家里。孟子航头上裹着纱布，我妈开口就是钱，你把他打成这样就不管了，就这么算了。我看都没看他一眼，不然呢？你想怎么样？当然是赔钱啊。去医院花了几千，你打了他又打了我，至少赔我5万，加上彩礼，一共给我81.8万。可没笑死我，这么大笔钱从他嘴里说出来多轻松啊！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着急，因为孟子航也要准备结婚了，人家女方也要几十万的彩礼和10几万的婚车，他哪里有那么多钱？孟子航游手好闲，更加没钱。可是以孟子航的条件，不花钱根本不可能有人嫁给他。他们只能把主意打到我的身上，可我现在1分都不会给他们，甚至我还要把之前的38.8万要回来。我二话不说，直接跑了出去。孟子航跟我妈生怕我跑了，紧紧跟着我。跟着他们就感觉到不对了，因为我没有去别的地方，我去了孟子航女朋友的家里。我妈大惊失色：孟子娇，你要干嘛？你想干嘛？我回头瞪了她一眼。你以为我想干嘛呢？她放低声音，脸都变得和蔼可亲了。回去，有什么事情跟妈回去说，不要在这里让别人看到了。回去好不好？回哪里去？回家，回家，呵呵，回家。他所谓的娘家，我已经几年没有回去过了。我为什么要回去？我今天就是要做个一刀两断。他不让我好好过日子，他搅黄了我1段婚姻，又想来搅黄第2段。那么我直接让他最爱的孟子航不用结婚了，不要去祸害人家小姑娘。他来拉我，要我离开。我一把推开他，敲响了刘翠翠家的大门。我妈急疯了，孟子航举起拳头就朝我砸来，可是他的拳头还没有落下来，王翠翠开了门：“子航，你打你姐做什么？”孟子航立马放下了手：“没有，我没有想要打他，你看错了。”呵呵，我大步进入刘翠翠的家，拉着她的手：“翠翠，我今天是来给你提个醒，你是真的要嫁给孟子航吗？”他爸爸妈妈听到动静，从房间里面出来问我：“什么意思？不是都商量好了吗？彩礼婚礼都定好了。”我才刚开口，我妈直接捂住我的嘴：“走，我叫你走，听到没有？我就不走。”刘家人也看出来不对劲，帮着我把我妈拖开。刘翠翠他妈问我：“你想说什么？直接说吧。”阿姨，你们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不想你们被骗了。孟子航根本1分钱都拿不出来，
他承诺给你们的几十万彩礼和车子都只是空头支票，一分都兑不了现。你胡说八道！”孟子航气急败坏，又想来打我。刘翠翠直接拦住了他：“你让他说完。”孟子航拉着刘翠翠：“不要听，你不要听他瞎说，我有钱的，绝对有钱娶你。”笑死我了！你哪里来的钱？原本想用我的彩礼给你自己娶老婆，可是我根本没要彩礼呀！我把婚礼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全部告诉了刘翠翠家人，甚至我还给他们看了视频。刘翠翠气死了，她爸妈也要气死了，当场泼了孟子航和我妈一盆冷水。滚！骗子！吸女儿血的骗子！差点上了你们的勾当，让我女儿跳进你们家的火坑。世界上哪里有你们这么离谱的人，这么坑女儿的人？滚远一点！我女儿永远不会嫁进你们这样的家庭。爽啊，真是太爽了！他们没有搅散我的婚礼，我直接搅黄了孟子航的婚事，想想都开心。刘翠翠家人对我千恩万谢，但是孟子航却对我恨之入骨。我根本不在乎他们，我已经忍让了这么多年，他们却得寸进尺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一步都不会让。孟子航的婚事吹了，天天在家里喝闷酒发疯。我妈焦头烂额，每天都来找我，让我去刘翠翠家里解释清楚。我说的是事实，要解释什么呢？有本事你自己拿出几十万去给彩礼呀，你自己拿呀，你拿出来，人家不就同意了？他实在没了任何办法，在家每天被孟子航打骂，他一点怨言没有，反而收拾行李要到我家来让我给他养老。可没笑死，养了儿子一辈子，现在找我养老，我连门都不给他开。他到处找人，找社区，找街道办，甚至找媒体，找记者。最后律师告诉他可以告我，让我每个月给最低抚养金500块。他当然不会同意，他的要求是1个月5000，并且一次性支付到他100岁，也就是他现在55岁。我还要支付他45年，1年6万，总共要支付他270万。律师都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相信。我只当他是在放屁，一个字都不听。60岁都没到，养屁的老！他还想活到100岁，这种祸害怎么能活到100岁？他找我老公，找我婆婆，找了能找的任何人都没有用。总之一句话，无论他用任何手段，现在他在我这里都拿不到1分钱。他举着喇叭在我社区里面号，说我没良心，说我是白眼狼。我根本不甩他，他到哪里发疯，我就把婚礼上他威胁我的视频放到哪里去。没有任何人支持他，全部都在唾弃他。他甚至成了我们这里的名人，人人喊打的名人。孟子航更加说不到女朋友了，媒婆见到他们都厌恶地皱起眉头。1个月后，他没了任何办法，终于不来了。我终于清静了，可是这份清静没有维持多久。女儿不见了，我去学校接她的时候，门卫说她早就被外婆和舅舅接走了。外婆、舅舅疯了，他们接走女儿是想做什么？总之不可能是好心。我疯了似的跑到我妈的家，大门紧锁，怎么敲门都没有人回答。掏出手机，可是我早就拉黑了他们2个垃圾。正在我六神无主准备报警时，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进来，我迅速接通。妈妈，妈妈，快点来救我！舅舅手里有刀！我的手好痛好痛，我的心紧紧地揪成一团。孟子航，你不准动我女儿，不准动她！孟子航隔着电话咬牙切齿：可以呀，我可以不动她。只要你给我钱，毕竟她也是我的外甥女是吧？钱，说来说去她还是要钱。我尽量稳着她。你要多少？300万。你不给我，我就把你女儿卖出去当乞丐，当童养媳，当鸡。他妈的，
好大的口气呀！开口就是300万。你明明知道我拿不出300万，现金拿不出，就把你的房子给我。老公示意我先拖着他，所以我答应了。我马上去拿房产证给你，行不行？不行，他大声喊道。我不要房产证，你马上把房子卖出去，然后给我现金。听懂没有？我只要钱。你什么时候卖掉了房子？什么时候来接你的女儿？他太贱了，太坏了，可是他也太傻了。卖房子哪里有那么快？老公迅速报了警，不到2个小时，警察同志就找到了女儿的位置。那是我们乡下的老家，我从小长大的地方，如今已经破败不堪，到处长草。我赶到时，女儿被孟子航捆在椅子上，小脸通红，惊恐地哭泣。她看到我时，眼泪大颗大颗地流。孟子航看了看我的身后，没有一个人，他放松了警惕。钱呢？他比划着刀子问我。我恨不得当场打死他，但是我忍住了，丢给他一个鼓鼓囊囊的黑色包包。他拿着刀对着女儿没动。我妈迅速过来拿包，沉甸甸的包包让他非常高兴。贱东西，非要搞点事情你才会心甘情愿给钱，早点给我们不是屁事儿没有。你看看那贱货被绑着多难受，这些都是你造成的，都是你不给钱惹的祸。包包还没有打开就被孟子航抢了过去。就在他激动的拉拉链的一瞬间，屋后面突然冲进来10几个警察同志，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把孟子航和我妈扑倒在地。一切发生得太快了。等他们反应过来时，我已经把女儿抱在了怀里。她吓坏了，抱着我瑟瑟发抖。我把女儿交给老公，然后一脚踩在孟子航的肚子上，他惨叫一声。我正准备踩第2脚的时候，警察同志拦住了我。他们叫我冷静，他们说坏人自然有法律制裁，可是我冷静不了。这2个垃圾，他们祸害了我这么多年，现在还要来祸害我的女儿，我忍不了。我一巴掌一巴掌地甩在孟子航的脸上。畜生，畜生！我妈看到她宝贝儿子被打，大喊着掉眼泪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你给我住手！他是你弟弟，你是要打死他吗？你真的要打死他吗？对，我就是恨不得打死他。要不是警察同志拉着我，他今天一定死无葬身之地。当然，还有我妈，她也逃不过。趁警察同志放手那刻，我又甩了他一巴掌。他大喊：“我是你妈，我是你妈！”他也好意思，我简直无地自容，带着女儿净身出户，没我意，他们2个人都坐了牢。法庭上，我妈歇斯底里，她不认罪。我是外婆，我带孩子回乡下怎么了？他妈就是在那里长大的，我为什么不能带她去？无论她怎么狡辩，我一句都不听。法官判刑的时候，他疯了，直接给我跪下，不能坐牢，你弟弟不能坐牢，你放他一次，我来代替他行不行？我牢底坐穿行不行？你放过你弟弟，放过他呀，他还这么年轻，他还没有结婚，他还没有生孩子，你不能让他坐牢，怎么可能？他们2个我都不能放过，全部都不能，我要让他们都去死。1年后，我妈牢里疾病发作，几天后真的断了气，我直接把她的骨灰撒进了垃圾桶。孟子航在牢里打了好几次架，终于有一次被人捂着鼻子，再也没有醒来。我一点也不伤心，卖掉了他们用我彩礼买的房子，得到现金180万，我还给前夫45万，这些年利息都给他算了进去。他只要了35万，剩下的钱给女儿上学。我终于彻底摆脱了这2个垃圾，我终于可以自由自在生活，自由自在呼吸，没有人控制的人生，太美了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网上刷到一条帖子，
家里没钱，但女儿快工作了，我可以生个儿子让女儿养吗？热评是：当然可以，我现在就怀上了，还用生病的理由骗走了女儿的全部存款。评论区骂声一片。我刚准备退出，下一秒就收到了我妈的微信：宝贝女儿，妈妈又住院了，你那还有钱吗？上班摸鱼。我刷到了一条帖子，发帖人说他家里没钱，但实在想生儿子。他问大家，他能不能让他快工作的女儿替他养孩子？评论区议论纷纷，大多都在吐槽发帖人，但一条热评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和楼主情况相似，不过我现在已经怀上了，还用生病的理由骗走了女儿的全部存款。等儿子长大了，我就让女儿给儿子买房买车，毕竟我养他这么大，可不是白养的。现在就到了他回报的时候，我被这逆天言论惊到了。正为他女儿感到同情时，手机上突然收到的一条微信让我心头一紧：宝贝女儿，妈妈又住院了，你那还有钱吗？我妈之前生过一场疾病，因为我在外地出差，赶不回去，所以我把所有存款都给了我妈。好在我妈手术成功，虽然留下了一些后遗症，需要时不时住院休养，但不会危及生命。只是每次我想带她去大医院检查时，她都不肯，说怕花钱。我拗不过她，只能作罢。放在平时，她住院我一定会嘘寒问暖，可现在我却下意识点进了热评人的主页，所幸显示的 IP 地址是一个陌生的城市。我松了一口气，是我想多了。虽然我们家不富裕，但爸妈总是竭尽所能的给我好生活。我妈总说，哪怕他们不吃不喝，也要供我读书，所以我很努力，也很懂事，从不乱花家里的钱。愧疚涌来，我连忙回复我妈：医生怎么说？严重吗？不严重，就是老毛病，住几天院就好了。我点点头，刚准备转钱过去，就看到那条热评下面盖起了高楼，不少人指责热评人：好歹毒的妈！我要是你女儿，早和你们断绝关系了。不想要女儿就别生，别生出来又让人家当血包。热评人也不甘示弱，他当初享受了独生子女政策的福利，现在就该给我养儿子。连法律上都说他有抚养幼弟的义务，你们少在这里指手画脚。这副理所应当的样子引得无数人喷他，也有人觉得他这个办法不够高明。你女儿总归是要结婚生子的，到时候她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可没空管你们。热评人却不以为意，现在这些年轻人都恐婚恐育，只要我不催婚，再给我女儿看点什么杀妻案，她自己都不敢谈恋爱，更不用说我搅和了她2场恋爱，现在她厌男得很。我心里起了一阵寒意，一方面是被这个热评人的手段震惊，一方面则是想到了自己。我谈过2次恋爱，都以对方出轨告终，从那以后我封心所爱，我妈也不着急，反而告诉我，不管我结不结婚，我一辈子都是她的女儿。比起身边被催婚的同事，我一度觉得我妈是全世界最善解人意的妈妈。可现在我看到了另一种说法，我努力甩掉脑子里的胡思乱想。毕竟这个热评人的 IP 地址明显和我们不是一个地方，当然也不可能是我妈。可我却莫名想到了我的前任对象周宇，当初是他追的我，但在一起不到2个月，他就故意在我面前和一个女生卿卿我我。现在想来，他出轨。为什么要当着我的面？是生怕我不知道吗？思来想去后，我找到了我们的共同朋友问话：何其，周宇后来有和你说过我的事吗？何其半天才回消息，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我说出了自己的疑惑。何其沉默了一会儿，可能冲动了吧。
我皱了皱眉，什么意思？何其有些支支吾吾。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，只是听说你妈找周宇说了些什么，然后周宇就情绪失控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他迟疑地问道：“方静，你是不是一直在等你的初恋？周宇好像认为是你先出的轨。”这条消息砸得我头昏眼花。我年少时是有个很喜欢的人，只不过随着年岁增长，我早就释怀了。别人不提，我都想不起来。我怎么也想不到我妈会误导别人，我气得手抖。这时我妈又发来了消息：“静静，妈问你有没有钱，不是想要你给妈转钱，妈省省，够用的。”说完，她还给我转了2000。年前，你把所有存款都给了妈治病，妈担心你吃不好、睡不好，这点钱你先用着，等妈有钱了，就把治病的钱都还你。我愣了愣，冷静了下来。我怎么能为了外人几句话就质疑我妈？没准中间有什么误会。想通后，我直接问道：“妈，你当初是不是和周宇说了什么？”我妈着急回道：“是周宇来找你了吗？”妈不小心说了你小时候有一个玩伴，其他没说。要是因为妈导致你们误会分手，妈找周宇解释。我妈语气诚恳，一点都不怕和周宇当场对峙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可能我妈真是无心之言。周宇当初没来问我，而是选择用出轨来报复我，就已经说明了他的问题。这个帖子也是巧合，毕竟 IP 地址根本对不上。当下我就把那2000退了回去，赚了5000给我妈，让我妈好好休养，不用担心我。第二天中午，表弟过来找我吃饭，饭桌上他不断抱怨大姨抛弃他出去旅游，还将大姨发给他的视频放给我看。我原本想调侃2句，没想到却在视频角落里看到了一只戴着金镯子的手。这个镯子花纹十分特别，我给我妈也买了一个，她当时特别高兴，见人就夸我孝顺懂事。可我妈现在不是应该住院休养吗？怎么会出现在大姨的视频里？我满怀疑虑，不经意问道：“大姨他们和谁一起去的？”表弟的表情顿了顿，有些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回答道：“只有我妈他们。”我的心凉了半截，不死心又继续问：“那他们去哪玩了？”好像在省。我的筷子掉到了桌上。这个地方正好是热评人首页显示的 IP 地址。表弟不明所以：“姐，你怎么了？”我想挤出一个笑容，却挤不出来，最后只能摇摇头。味同嚼蜡地吃完这顿饭，回去的路上，我心乱如麻，下意识打开那个帖子，发现热评人还在分享经验。别人问他怎么说服女儿一直给钱，他就说平时要嘘寒问暖，女孩子好哄得很，给点口头上的关心，他就觉得你把她放在心上了，然后再给她灌输一些家里穷要节约的思想，这样等她长大后，她一花钱就会觉得愧疚，自然就能攒下很多钱。关键时刻，你再打着心疼的名号给她转点小钱，她不仅不会收，还会转更多钱给你。看到这里，哪怕我再怎么不想承认，也无法欺骗自己，这个人不是我妈。我回到家里，哭了好几场，脑子里全是这些年爸妈和我的相处。冷静下来后，我决定等我妈回来，找她好好聊聊。这么多年的朝夕相处，我不相信他们对我没有一丝感情。几天后，我请假回了一趟家。我回去的时候，发现表弟和大姨也在。看到我，我妈愣了愣：“静静，你怎么回来了？”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：“我回来拿东西。”我妈嗔怪道：“你工作的地方这么远，要什么东西，我们给你寄就是。”她吆喝着让我坐下吃饭。看到满桌的大鱼大肉，我竟无从下手。我以前回家时，家里从未这么丰盛。
我妈或许是有些心虚，不断给我夹菜，这些菜都是别人送的。静静，你多吃点。表弟调侃道。姐就是受宠爱。我妈笑了笑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不疼她疼谁？我的眼睛瞬间红了，咽了好几口米饭才把眼泪憋回去。我忘不了，我妈看到我的第一眼时，下意识用手护住了自己的肚子。吃到一半，我妈笑容满面地递给我一张学区房的宣传单。静静，妈看这个房子挺好的，想给你买，只是钱还有些不够，爸妈想去银行贷款，你看看能不能帮我们做个担保？你放心，爸妈自己还钱，这房子到时候先写爸妈的名，免得以后你结婚了，别人贪图你的房子。大姨也在一旁附和：“哎呦，这么好的事情，静静你快答应吧，正好你回来了，干脆下午就把手续办了。大姨是中介，如果买了这套房，她能从中获利不少。”我没说话，我妈急了：“静静，爸妈就你一个孩子，这些东西以后都是你的。”我抬起头看向她，各种复杂的情绪涌在心头。半晌，我指着茶几下的验孕棒询问道：“妈，我回来的时候看到了这个，咱家谁怀孕了？不会是你吧？”我妈脸色变了变：“你这孩子瞎说什么？我都多大岁数了？这是你大姨的，他们没想到我会突然回家，自然也没把东西藏好。”大姨愣了几秒，呵呵两声：“这是我的，没想到被你这孩子看到了。”表弟稀里糊涂：“妈，你啥时候怀孕了？”大姨踩了表弟一脚，表弟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听从大姨的暗示，沉默不语，看着他们的反应，我的心里起了一阵寒意。所有人都瞒着我，要是我真替他们做了担保，到时候我妈叫穷，还钱的人又变成我了。我垂下了眼，拒绝道：“妈，不是我不同意替你们担保，是我现在欠了很多网贷，征信出了问题。”我妈脸色大变：“你说什么？”大姨也狐疑地看着我：“静静，你可不能因为不想做担保就骗我们呐！”我面露羞愧：“前段时间我妈做手术，我手里的钱不够，就借了一些，现在利滚利，我快还不上了。爸妈，你们手里还有没有闲钱？能不能借我一点应急？”听到我想借钱，我爸立马摔了筷子：“你这个不孝女，闯下这么大的祸，还想算计我们的钱？我告诉你，门都没有！”我心里一阵刺痛。从小到大，我爸就对我十分冷漠。我妈安慰我：“我爸是第一次当爸爸，还没学会怎么和我相处。”我相信了，可现在我才明白，他只是不爱我。我妈连忙找补：“静静，你爸是爱之深，责之切，你别理他。你欠了哪些网贷？说出来，爸妈替你想想办法。”虽然是询问的语气，但我妈眼里全是怀疑。我像是报菜名一样，把平台和数字都报了出来。这些都是我根据已有的平台胡乱编的数字。我妈目瞪口呆，我又补了一句：“我看爸最近换了新车，旧车还没卖。”要不，话还没说完，我爸气得向我砸来一个杯子：“你还敢惦记我的东西？给我滚出去！”一时不察，我被砸中了额头，强烈的疼痛感和难堪让我说不出剩下的话。我已经没法再自欺欺人了。我抹了抹眼泪，转身朝门外走去。我妈着急追了出来，拉住我小声道：“静静，你爸更年期到了，你别和他一般计较。”明明知道我妈可能是在做戏，但我还是忍不住朝她露出了委屈的神情。正准备开口，我妈突然道：“妈想问问你，你欠了这么多钱，要不要试试裸贷？”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我妈继续道：“妈听说这个能贷很多钱，而且又不合法，就算你不还钱，人家也拿你没办法。”
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你疯了？我妈眼里闪过一丝不满。你这孩子，这不是你欠了网贷吗？你也知道，妈身体不好，家里的钱都给我看病去了。再者说，裸贷也不用你真的裸，到时候 P 张照片就行。你把贷出来的钱给妈，妈替你存着，免得放你身上被强制执行还款。等和平台协商完，只还本金后，妈再把钱给你。听完这番话，我的心彻底死了。如果我妈他们老实承认怀孕，告诉我真相，我或许就认了。毕竟他们生下了我，力所能及范围内，我肯定会帮他们。可到了这个地步，我妈还在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向我吸血，我忍不了了。她根本不知道，她怀的这个孩子留不下来。几年前，我妈出了车祸，出院时医生说她恢复得不错，只是身体机能部分受损，无法再怀孕。就算侥幸怀上了，也留不下孩子。因为我妈岁数不小了，所以我没把这个消息告诉她。我妈一向不喜欢去医院做检查，自然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。而现在，我也不会多管闲事提醒她。我冷冷地看向我妈，戳穿了她的谎言，帮我协商是假，想把裸贷的钱攥在手里才是真的吧？我妈愣了愣，有些伤心地看向我，静静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？妈都是为你好，你要是不愿意，妈再想想其他办法，砸锅卖铁也要帮你还上。她一边说着，一边咳嗽起来。看着她这副作态，一股怒火从我心底燃起。别演了，我知道你怀孕了。之前你说生病做手术也都是在骗我。你要是真想帮我，就把我转给你们的钱还给我。我妈神情一僵，她没想到我发现了真相。我爸听到动静，连忙出来：还什么钱？这些年你吃我们的穿我们的，花的还少了吗？我们就算是养条狗，也该养出感情了。我的眼眶瞬间红了。是我求你们生我的吗？从小到大，你们总说家里穷，说爸爸是厂里打杂的，工资很低，让我能省则省，所以为了给你们减轻负担，大冬天我不买衣服，在校服里叠穿短袖，鞋子坏了就用胶水补。初中、高中进的都是免费的学校，大学更是勤工俭学。可实际上呢，爸是公务员，最近快升职了。妈虽然没工作，但给自己买的首饰一件接一件，一件外套就顶我1个月生活费。我爸脸色变了：你怎么知道我要升职了？我面露讥讽：大姨那个嘴巴，你要升职的消息，估计街坊邻居全都知道了。我也是听隔壁王姨聊天才知道，原来我爸不是厂里打杂的。我爸狠狠瞪了大姨一眼，大姨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。我看在眼里，冷笑一声。原本我只是想要个真相，可现在他们越想要什么，我就越不想给什么。我咬了咬牙，看向我爸：你们要是不把钱还我，就别怪我到时候带着追债的去你单位里闹，我不好过，你们都别好过。孽女！我爸气得脖子都红了，他扬起巴掌向我扇来，表弟连忙拦住了他：姨父，你别冲动，别冲动，姐，你快走。我攥紧了拳头，转身离去。回到家后，我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。我知道，我现在只有我自己了。如果我再不坚强起来，为自己做主，那就没有人能为我撑腰了。情绪稳定一会儿后，我给我妈发了我的银行卡号，并让他们在3天内把钱还我。我妈立马打了电话过来，我没接，拉黑了她的号码。她又换了其他号码给我发温情的话语，试图用亲情牌软化我。如果我是个心智不坚定的人，或许她就成功了。可我只是继续拉黑，拉黑了好几个。我妈终于消停了，但3天后我没有收到那笔钱。对于这个结果，
我并不意外，所以我直接跑到了我爸的工作单位，逢人就说我找我爸。他的同事十分热情地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，我爸看到我时脸都绿了。他把我扯到一旁，憋气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在这？你来干什么？”我也不说废话，直接外放了我妈劝我裸贷的那段录音。刚播出2秒，旁边的人都朝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。我爸急了，连忙让我掐断，说他明天就给我转账。我告诉他，要是再拖延，下次我就把录音发给他的领导同事。我还要带着追债的人一起来。我爸头都大了，只能答应。只是还没等到第2天，表弟先来找我了。因为我和他关系一直不错，所以哪怕他对我有所隐瞒，我也没有迁怒于他。他一进门就对我道歉：“姐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瞒着你的。我妈说怀孕前3个月不能透露消息，所以我就没告诉你。”我没说话，他又不断伏低作小，还给我带了礼物。我绷不住了，行了行了，原谅你了。他松了一口气，见我心情不错，他多说了2句：“其实姨妈他们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他们只是担心你不同意，所以才不小心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。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，哪能真断绝关系？而且我觉得有个弟弟也挺好的。你看我和我2个姐姐关系就不错。”我笑容一僵，一口气堵在胸口，不上不下。你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，你当然觉得好。你2个姐姐读过大学吗？你还没毕业，大姨就给你买了房子车子。你知道钱是从哪里来的吗？你姐姐被洗脑了，我可没有。表弟一愣，可是我对他们也挺好的，以后姐姐们出了什么事，我肯定也会帮他们。得了吧，被动的吸血和主动的吸血有什么区别？我毫不客气地把表弟推到门外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，以后你也别来找我了。把表弟送走后，我还有些气不过，我就不该相信他能理解我的处境。直到我妈他们把我的存款还回来，我才心情好了些。但这些天，我妈一直没断了想和我联系的心，因为她不知道我的居住地址，所以她找到我的朋友传话，说她知道错了，想和我见一面。我朋友被她说动了，我却不相信我妈是真的愧疚，她一定是在谋求更大的利益，所以为了防止继续被她吸血，我准备辞职去另一个城市。离开前1天，表弟得知了我要搬走的消息，他告诉我，我还有一些东西在他那，如果我不想见到他，他可以托人给我送来。我同意了，但没想到送东西的是一个5大3粗的男人。我一开门，他就用评估货物的眼神打量我，让人十分不适。我准备拿了东西就关门，那人拦住了我：“哎，别急，我大老远送了东西过来，你不让我进屋喝口水吗？”我愣了愣，在心里痛骂了表弟一顿，关门的力气更大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没有让陌生人进屋的习惯，但那人非常没有眼力见，硬挤了进来。我目瞪口呆，反应过来后，我立马掏出手机警告道：“请你出去，不然我要报警了。”那人嬉皮笑脸：“这么严肃干什么？我只是进来喝杯水而已。你还不认识我吧？我叫陈其伟，是你爸朋友的儿子。你爸和我爸关系可好了，没准咱俩小时候还见过。”见他自说自话，我恼了，我管你是谁的儿子！马上出去。陈其伟见我是认真的，摊了摊手：“好好好，我出去。”我死死盯着他，他慢慢后退，眼看着他马上要出去了，他突然把门一关，冲回来扑向了我：“老子真是给你脸了！你爸都把你卖给我了，你还装什么？”他用手狠狠掐住我的脖子，强烈的窒息感让我无法呼吸，我手上的东西也掉落在一旁。挣扎中，我摸到了一个铁盒子，
这是表弟让他给我带过来的东西。我拿起来狠狠砸向了他的脑袋。陈其伟动作一顿，眼神凶狠地看向我。我咬了咬牙，再一次用力砸了下去。他没想到我会砸第2下，一时不察，被砸晕了。盒子上糊满了血迹，我又恨又怕，当下就拨打了110。直到警察到来，我才感觉到了一丝安全感。警局内，表弟一脸茫然地赶了过来：“姐，你怎么了？我遭遇了这种事情，他竟然还能什么都不知道。”我心里迅速升腾起一股怒火。赵明飞，我把你当亲弟弟，你就是这样对我的。我一字一句告诉了他事情经过。表弟脸色瞬间变了：“姐，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什么陈其伟，他不是我找来的，不是你找来的，他怎么会有我的东西，知道我的住址？我只告诉了。”话说到一半，他突然停住了，神情有些慌乱。我面露讥讽：“你只告诉了我爸妈，还把东西给了他们。”“对不起，姐，我不知道姨妈会找别人。”表弟一脸苍白地解释：“姨妈说她想和你好好道歉，所以我就想着让你们趁最后的时间把话说开。”我恶狠狠地瞪着他，说到最后，表弟眼睛都红了，不断向我道歉。我正准备说什么，一道声音打断了我：“明飞，你又没做错什么，道什么歉？”我一抬头，就看到我爸妈气势汹汹地向我走来，一副想要兴师问罪的模样。他们旁边还站着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。我爸语气不善：“你把别人打进了医院，还好意思报警倒打一耙，赶紧过来给你陈叔叔赔礼道歉。”我气笑了：“我和杀人犯的爸爸有什么好道歉的？你胡说什么？”我爸暴跳如雷，而后他又一脸抱歉地看向旁边的男人：“是我叫你无方，对不住了。”我不留情面地打断了他：“我说错了吗？难不成还真和陈其伟说的一样？你把我卖给了他？我竟不知道我的好爸爸有贩卖人口的权利。”我爸脸色一变，心虚地看向警察：“什么卖不卖的？你别在警察面前胡说八道。”看着我们这场闹剧，中年男人有些不耐烦，他冷冷地看向我爸：“方彤，这件事情你最后必须给我一个解释。我先去医院看我儿子。”说完，他转身离去。我爸连忙送了几步，等他一走，我妈看向我，语重心长道：“静静，你任性也要有个度，就算你对我不满，也不该拿别人出气。妈向你道歉，你到时候给陈叔叔道歉好吗？”我翻了个白眼：“你别想在我这里颠倒是非。我告诉你们，我房间里有监控，拍得清清楚楚。你们想卖女儿，就要承担失败的后果。不用想都知道，陈其伟他爸一定是我爸要讨好的对象，所以我爸妈才会做出这种拿我做人情的事情。他们把地址和东西都给了陈其伟，目的是让陈其伟相看我。只是他们没想到陈其伟那么疯，也没想到我这么强势，直接闹到了警局。事情闹大了，自然对他们不利，所以他们想要息事宁人。可我偏偏不遂他们的意，眼看我有证据还不松手。我爸急了：“你这个孽女，你是不是要把我们一家人害死？你才善罢甘休，早知道当初就不该把你生下来。我也不甘示弱，你现在后悔晚了。”我爸气得要死，但当着警察的面，他也无可奈何。在警局走完流程后，我迅速离开了这个地方，任凭爸妈怎么叫我，我都没有搭理他们。我知道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，所以现在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搬家，搬到一个他们找不到我的地方。与此同时，我还请了一位律师负责这起案件。我爸联系不上我，便和我妈在去警局的路上堵我。我妈拉住我，一脸讨好：“静静，你听我说，其实这次都是误会。
你陈叔叔的儿子只是喜欢你，才会做出这种事情。你看，你把他打进医院了，他都没有怪你，他还说只要你愿意嫁给他，这次的事情就一笔勾销。你陈叔叔家里条件好，你听妈的，去警局取消立案。我气笑了，他家里条件好，还需要吊死在我这棵树上，不是脑子有病，就是身患隐疾。我妈脸色微变，这怎么会？看着他这副表情，我就知道我猜对了。若是之前被他们背刺，我可能还会伤心，但现在没有期望，自然也不会有失望。而陈其伟的反应也很奇怪，被我打伤后，不想着报复我，反而是想娶我，一看就是在憋大招。要是我真嫁了，那才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我懒得和我爸妈继续纠缠，便威胁道：“你们再这样，我就报警了。”我爸有些气急败坏，大骂我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。我冷哼一声，朝警局走去。我绝对不会和他们妥协。知道我不同意和解后，陈其伟那边也找了律师。傍晚，我在回家路上察觉到了一丝异样，仿佛有人在跟着我。可我每次回头又什么都没看到。联想到最近的事情，我加快了脚步，但这种异样感一直没有消失。这条街的人比较少，我的心跳也不自觉地快了起来。路过一个拐角时，一股猛烈的冲击把我撞向了一旁的巷子，我头晕眼花。反应过来后，我面前站着一个5大3粗的男人，是陈其伟。他露出了一个阴狠的笑容：“别跑啊，静静！”我连忙退后了几步。“你想干什么？”陈其伟从怀里掏出一把匕首。“当然是好好回报你。”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杀人是犯法的，现在警方还在调查阶段。你做出这种事情，警察不会放过你的。陈其伟不以为意：“我怕什么？你又不是第一个了，大不了让家里给我开个精神病证明报告，到时候天王老子来了，也管不了我。”我攥紧了手心，扫视四周。令人绝望的是，这里没有可以利用的武器。似乎只有跑这一条路了。我转身就往巷子里跑，陈其伟追了上来。因为我和他的体力悬殊较大，所以很快他就追上了我。就在我以为我要被抓住时，一个人抱住了陈其伟。“姐，你快走，是表弟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”不等我反应，陈其伟立马把表弟甩开了。他继续向我走来，但表弟又死死抓住了他。陈其伟被激怒了，他一拳把表弟打倒在地。表弟被打得鼻青脸肿，也不忘叫我离开这里。可陈其伟手里有刀，我不敢想象我离开后，表弟会遭遇什么。我不能留他一个人在这儿。我咬了咬牙，正准备冲上去时，警笛声从远处响起，警察迅速冲了进来，把陈其伟按在地上。陈其伟也不在意，他偏过头，朝我阴冷一笑，威胁我下次见面一定会把我弄死。我扶起地上的表弟，替他拍了拍身上的灰，询问道：“你没事儿吧？”表弟龇牙咧嘴：“没事儿，都是皮外伤。”说完，他拍了拍胸膛，一阵后怕。还好他没动刀子，不然今天我就交代在这里了。看见他这副惨样，我陪着他去了医院。路上我发出了疑惑：“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”表弟有些羞愧：“我听到我妈和姨妈打电话，说这个陈其伟有暴力倾向，之前结过2次婚，每次他老婆都被打得半死才能离婚，别人家都不想把女儿嫁给他，但姨父最近快升职了，想借用他们家的关系，所以就想把我送出去做人情。”表弟沉默了，我一点都不意外，这和我之前猜的一样。表弟继续道：“之前我在街上看到你，我就想过来告诉你真相，但没想到撞见有人在跟踪你，所以我立马报警追了上来。
还好赶上了，谢谢你，明妃。表弟一愣，挠了挠脑袋，是我好心办坏事，才导致他们盯上了你，这些都是我该做的，只是他们家有权有势。姐，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？我沉思了一会儿，那就让他们没有办法动用权势。早在察觉到有人跟踪我时，我便打开了视频录像，被陈其伟撞翻在地后，我借助手机挡脸的姿势，趁机录下了他的脸，而后他说的所有话也被录了进去。我将视频发到网上，恶劣的行为加上嚣张的话术，这个视频很快就引起了民众的关注，陈其伟的身份也被扒了出来。舆论的施压让陈其伟他们家没法走后门，甚至他们家的事情也在不断被爆料。这下他们彻底慌了，不断想办法让律师联系我，又想让我爸妈说服我。只是没想到，一向和我妈站在一边的大姨，这次却对我爸妈痛骂起来：“你们想怎么处理静静的事情，都和我无关。但我儿子平白无故被打了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。听明妃说，那人手里还拿着刀，差一点他就没命了。我盼了这么多年，才有了这个儿子，谁敢动我儿子，我就跟谁急。警察不把他抓进去，我就在网上闹。我妈头都大了，你先别急，明妃这不是没事吗？人家说了会赔偿你们的。我呸，不是你儿子你不难受是吧？也是，你没有儿子，当然会说风凉话。我妈被戳到痛处，恼了，她和大姨争执起来。突然间，她感觉到了肚子一阵刺痛，我妈慌了，连忙大喊医生。因为就在医院，所以医生来得很迅速，但我妈的孩子还是没有保住。大姨不仅没有愧疚，反而指责道：“孩子保不住是你身体不行，怪不得我。说不定就是你坏事做多了，才会受到这种报应。”我妈气得要死，那副好人形象也维持不住了。她不顾自己刚留了孩子，就和大姨互殴起来。医护人员连忙拉开了他们。因为舆论的帮助，陈其伟以前犯下的罪行也被揭露了出来。他不仅涉嫌故意杀人罪，还涉嫌强奸罪。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及受害者家属主动站了出来，而我爸也没能升职。这些年，他为了有钱能给别人送礼，利用公务收了外面不少好处。因为得罪了陈其伟他爸，所以这些事情全被告发了出来。这下我爸不仅工作没了，还涉嫌违法。为了保住自己，我爸只能把房子卖了，到处求人。我妈孩子刚没，就跟着我爸来回奔波。只是他们做的再多，也无济于事。好在我妈手术成功，美儿我妈在失去我爸后，也将穷困潦倒的挣扎度日。不过这些都和我无关了，我准备彻底离开这个地方，和以前的过往告别。临走之前，表弟找上了我：“姐，我以前一直觉得我妈对我们几个孩子都一样好，直到看到你的事情后，我才发现我妈只是用了和姨妈一样的手段，只不过她成功了，姨妈没成功。我回去后逼着我妈把房子卖了，把钱还给了2个姐姐。我不想踩着2个姐姐的血肉生活。谢谢你骂醒了我。”我摇了摇头：“你该谢的不是我，是你的2个姐姐。没有他们的托举，你不会过得像现在这么好。如果你觉得亏欠，那你对他们再好一点吧。”我弟点点头。我抬头仰望天空，太阳照得人暖暖的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新生活，我也该出发了。